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。在纽西兰看病排队，急诊室爆满，手术等半年，看家庭医生转专家门诊也要各种等，有时还会被告知比你严重的也在等。这似乎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闻，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就好像有人说的，你得先活过等候期，才能有机会治病。但奇怪的是，我们国家的医疗预算是涨的，护士、医生的薪水也似乎在谈，改革方案一波接一波。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是钱不够呢，还是其他的问题？还有没有解决之道呢？那今天方竹就应朋友的要求，说说纽西兰的医疗，为什么曾是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的典范之一，如今到了这步境地。先说一个普通人的故事。威灵顿的一个单亲妈妈，今年4月带着发烧的女儿去急诊，排了6个小时，护士终于叫号，说见医生还要再等3个小时。单亲妈妈就问能不能回家等啊？护士摇头说你走了就得重排。你可能以为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大城市，答案是否定的。在南岛小镇 Timaru， 急诊室只有1名医生值夜班，就算救护车来了，也只能在停车场暂等候。这些都不是个案，这是常态。根据政府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全国超过50%的公立医院急诊患者需要等待4个小时以上，择期手术平均等待时间超过150天，有人等膝盖手术等了11个月，结果走路姿势已经永久变形。有医生在采访中坦言，病人不是没治，而是排不上。方主打个比喻，这一切就好像一座旧桥，表面还能走，但每一根钢筋都在默默开裂。那也有很多人会问，是不是政府不重视医疗，预算太低？其实不然，纽西兰的医疗预算是涨的，而且是逐年在涨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组连续4个财政年度的医疗总预算。2022到2023年的财政年度，总拨款约为228亿；2023到2024财政年度总拨款约为265亿。到了2024至2025财政年度，总拨款已增为296亿。那到了2025至2026财政年度，总拨款约为310亿。但问题是，这些钱大部分都是花在了行政层级和临时应急上，而不是系统的重建。也就是说，钱没花在真正关键的地方。比如投入大量预算进行卫生架构重组，但前线的医生护士继续超负荷；比如增拨药品预算，但急诊室排队依旧；再比如中央集权后资源调度反而更慢，地方医院就算喊破嗓子，也得不到及时的补给。就好像一个家，父母增加了预算装修厨房，但孩子在卧室里饿着肚子。问题不是有没有钱，而是用没用在刀刃上。再有，纽西兰医疗面临最大的问题之一，就是医护人才的流失和结构性短缺。什么是结构性短缺呢？意思是不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而是整套系统设计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需求。打个比方，它就像一栋老房子，地基设计的时候只打算住4个人，但现在住了10个人，还想再加2个。结果呢，水管爆了，电表跳了，厕所排队3个小时，这就是结构性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说医疗人手短缺，别以为是找不到3、2个护士那么简单，我们缺的是让年轻人愿意学护理，愿意留下，愿意熬夜班的整个支持系统。这就是结构性短缺的真实含义。纽西兰护士流失率高达20%以上，很多刚毕业就选择跳去澳洲，因为起薪高2成，工作量少1半。医生工作压力极大，一个急诊室医生的排班表常常是连续12小时，3班倒，周末照上。你也可能会问，不能多招点人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我们纽西兰所面临的问题是3重的：一，招不到人。
国际医生因为签证慢、职业标准不清晰，宁愿去别的国家。二，留不住人，没有职业成长路径，一线的撑到3年就离开。三是用不好人，人才被分散在几十个地方系统，没有资源整合与调度机制。政府方面呢，也确实尝试应对，比如增招500名护士，海外招募医生计划启动，重点引进来自英国、印度、南非的医疗人员，签证流程也略微简化，但依旧速度慢，手续繁琐。我们再分析一下海外招募的利和弊。利呢是快速补充人手缺口，二呢引入多元背景医生，有时服务边远社区更灵活。但问题是离职率高，数据显示部分海外医护平均服务不足3年。二是文化障碍加本地注册程序复杂，常导致招得来用不久。三是纽西兰真正需要的是基层长期医生，反而最难留下。另外呢，大家也在新闻中看到一则内容，政府近期还宣布将1万多台择期手术包给私人医院，签订3年合约，费用由国家承担。这些做法看似有效，但真正能解决问题吗？这也让我们一起理性拆开来分析一下，是否和海外招募一样，都是短期止血，长期埋雷呢？我们首先看一看外包手术的利。一是减轻医院压力，快速清理积压的名单；二呢，病人能够更快完成髋关节、膝盖等非紧急但痛苦的手术；三呢，是提高民众对系统的暂时满意度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外包的隐患。首先是削弱了公立系统的长期能力，优秀医生和设备可能被私人体系吸走；二是公司资源竞争变成常态，公立系统陷入边缘化。再有呢，就是财政长期负担扩大，每一台手术费用会更高，却不能形成制度累积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政策都是应急药，不是治本方。当然了，大病当前，标本都应该监治，不是吗？病人的等待暂时变短了，但系统的核心问题，比如人员培养、职业尊严、资源调度、组织效率，没有一项被触及。这里呢，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，也很少被人谈及，就是政府大规模外包小手术给私营医院，是否在无形中加剧了医保客户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资源竞争呢？这也是一个在公共医疗与私人医疗交界地带极少被正视的灰色地带。就这个问题，答案是的，而且它已经在部分地区悄然显现。部分私人医院近期取消了部分医保客户的快速通道预约，因为资源已经被政府的项目提前预定。一些保险公司明确表示，手术等待时间在延长，尤其是膝盖、白内障、子宫等政府承包的热门项目。出现这种问题的本质在于什么呢？是系统之间没有协调机制。纽西兰医疗系统历来强调公私分明，但现实是他们早已在人力、设施与供应链上高度交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和公平的调配规则，政府在救急的时候很可能制造出新的不公，拖垮另一个本来还能自我运作的体系。这正是公共卫生改革最危险的一种景象。制度修补是救火，却忽略了它给周边生态造成的困扰与伤害。那很多朋友一定会问，那我们还有希望吗？老实说，不是没有，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开始讲真话。一，要承认资源不够，不是政治失败，而是现实现象。不要再用我们是世界上最公平的系统自欺欺人。二呢，医护系统不该再靠牺牲者维系，要恢复职业尊严，高风险、高劳动、高价值就该高回报。三呢，该下放的权利就要下放，但要配套问责机制。四呢，允许更多的第三方合作与灵活机制，不要让体制洁癖绑死整个系统。总的来说，纽西兰的医疗不缺资金，也不缺善意，它缺的是一套相匹配现实的系统和一群愿意承认系统坏了的改革者。
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，就请点赞订阅方竹时间，更欢迎您在留言区分享您的观点，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内容。方竹祝您好运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见。